这是一片很普通的枫叶，但是背后却藏着一个苗族的神话故事。传说在时间开始之前，一棵连接天地的巨大枫树，突然它被处决了。枫树之所以被砍倒，是因为它太吵了，打扰了始祖柳香女神的清梦。枫树倒下后的场景是壮烈的，树干化作了铜鼓，树叶化作了鲫鱼鸟，而最柔软的树心化作了蝴蝶妈妈。在诸神云集的世界上，蝴蝶妈妈却偏偏爱上了水里的一个泡泡。故事的高潮在于受孕的瞬间，就在接触的那一瞬间，泡泡破灭了。这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瞬间，水泡消失了，只留下了12枚蛋。因为它是昆虫，它无法孵化。那人类又是如何诞生的呢？我们现在已经到朗德上寨了，然后过一会儿这边就会有一个12道的一个拦路酒。我们带着好奇来到了苗族文化保存完好的朗德上寨。传说中那12枚孵化万物的神蛋，如今演变成了在门前的12道拦路酒。这是苗族人最高的礼。来，可以喝酒啦！可以往里面走了。当第一口，省得喝别人口水。喝酒，加了啊！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苗寨里面来了。喝完酒进寨，你会发现苗族人对树的执念是深刻的。传说祖先诞生于木，现实中他们也选择住在木上，这就是吊脚楼，一半落地，一半悬空。然后可以看到，因为是依山而建，所以说他们的地基一般都会采用石头，先把地基凿平。它的房梁是用这种穿斗结构，这种结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木材的利用率极高。当地人就地取材，从山上采下杉木。这种木头虽然直径不大，但生长得非常笔直，是做房梁跟屋檐的绝佳材料。好肥呀！看看这个鸡有多肥，都长这么大体积了。不过，在这样陡峭的山坡上建房，运输是个大问题，所以当地人发挥了极大的智慧，是用油泵改装过的手推车。而且它的体积也不大，都是比较窄的这种，体积小，适应窄路，专门用来把建筑材料运上山。可以看到整面的这个幕墙，它其实是没有过多的这种装饰和雕花的。整面幕墙通常不刷漆，或者只刷简单的清漆。但就在这朴素之中，有一个结构格外精致，那就是美人靠。然后这个就是美人靠了。就刚才我们也跟别人聊过，他们的美人靠的这个木头的这个弧线都是拿那个手工去车出来的。这种对曲线的运用，给硬朗的吊脚楼增添了一份柔美。可以看到吗？顺着美人靠往上看，是这片灰色的天际线。他们这个屋顶的瓦是用这种比较常见的那种小青瓦，然后没有使用任何的这种粘合剂，也就是干铺。虽然透气性好，但是容易滑动，所以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在翻修瓦片。这种修修补补的日常，藏着山区生活的艰辛。像之前我刚看到，像他们这个房梁上面都会横这种木头，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这种木头一般是用来这个晒玉米啊、晒农作物用的。看完吊脚楼的结构，再看脚下的路，在苗寨进门也是一门学问。可以看到，像他们这边苗族的这种吊脚楼的这个门槛会很高，它基本上到我的膝盖这里了。像这么高的门槛，在当时的苗族宗教意义上来说的话，是可以挡这个财气外流，包括挡住这种邪祟进入到家庭里面来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当白天的时候，这个家里的父母出去耕地了，然后家里小孩没有人看守，可以防止小孩出来。因为一般的苗族的这个苗寨，他们的房屋都是临山而建的，有可能踏出了这个房檐，外面就是山涧了，所以比较危险。找了一些建筑，然后目前的新修这些建筑门槛都会比较矮了，但是呢，他们这种一些习俗，包括一些特点，还是保留下来了。高高的门键护住了2楼的人，而把1楼留给了岁月。然后一般像他们的这个第1层一般是不住人的，然后像这一户人家的这个1楼，就是放了这些木材什么的，然后作为了一个储物间。我们可以进来稍微看一下。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1层的这个挑高是很矮的，所以一般是不会去住人的。
和当地村民聊过，随着朗德尚寨开发成景区了以后，为了保持环境卫生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1楼养家畜了。吊脚楼构成了寨子的骨架，但当你走近看时，会发现填充这副骨架的是当地人对生活细节极尽耐心的打磨。范奶奶，你这个都是自己手工编的吗？做手工编的。哇，厉害，好漂亮哦！是戴哪里的？这个是？裤子。戴到哪个地方的呢？这是裤子，这是背裤子。扣子。裤子，这是背裤子。看着老奶奶手里这些繁复的线条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进寨子这么久，我看到了无数精美的图案，却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文字记载。在一个神话如此丰富的地方，他们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？那苗语的话，在这边的话普及率高吗？苗语啊，就你们当地人的话，会经常说苗语吗？老一辈啊，像我们这样的会说，像我们小孩就不说了。普通话就被你们汉化的差不多了。就主要还是因为教育的原因，就是学校上都是普通话。对。苗族的语言本来就不像汉语一样哈，有文字啊传承这些，我们是没有文字的，就是以那种最传统古老的，像刺绣啊，还有就打绳结那种嘛，那种方式慢慢的传承下来，包括你看我们记录的啊，都是以刺绣为主。原来他们把历史穿在了身上，老一辈人在用针线记录过去，而面对甚至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下一代，这种传承还能继续吗？就像你们当地的话，会教他们当地的方言吗？会啊。就会说贵州话吗？苗语。会啊。会说啊？现在还没会。现在大概才7个月，还没会说。好可爱呀！看着这7个月大的孩子，我想起了那个神话故事的结局。神话的最后，吉羽鸟孵化了万物，雷公和猛虎都是哥哥，而人类的祖先江央反而是其中最弱小的弟弟。正因为弱小，我们才学会了依山而建，生火御寒，学会了对天地万物保持敬畏。在苗族人的世界观里，人类不是主宰，不需要征服，只需要懂得与自然共存。这份谦卑的智慧，或许就是朗德尚寨最迷人的风景。也祝你有那份美满久的运气。我们下期见。